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谷歌产品经理硅谷大舅。那上一期节目呢，我们介绍了金一素，那他呢是人力资源集团 IntelliPro 的创始人兼 CEO，讲了他是如何从硅谷的一名普通员工，后来怎么样创立自己的公司，最后呢达到4000万这样的一个大的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由于他是人力资源方面的这样一个专家，和我们这个读者的很多需求是非常的相吻合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采访他。就他看到的这个人力资源这个行业的情况，给大家一些很好的一些建议。那我们首先呢，请一素跟这个大家打个招呼吧。嗨，各位好，所有硅谷大舅的这个粉丝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嗯，兴再次跟大家一起交流。好的，一素，那你上期节目其实谈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这个灵活用工，也就是 contractor，对吧？所以的话呢，今嗯。天我们想继续聊一聊这个话题。比如说在硅谷这个地方，或者在美国吧，就有很多的人他会说，我找工作我要不要找 contractor 呢？那如果我找了 contractor 以后，我还能转正吗？我如果要转正，我怎么转正？这是不是很大一个鸿沟等等？我就想听你就你看到了很多的这个 contractor 这样的一个例子，能不能给大家在这方面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呢？好的，说到这个话题，其实还蛮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对，这个在中美文化之间差异还蛮大的。在美国呢，这个劳动力市场细分是分得非常的细的。那么这个即使是这个做 contractor 这个行业，它也细分为，比如有 independent consultant 啊，就是说自己独立的单干户，对吧？这 嗯 independent consultant 也有这个做劳务派出的啊这样的 嗯 vendor 啊。还嗯有这个这样的 vendor 呢，有时候也叫这个 staffing partner 嗯啊，然后还有这种 vendor 叫 MSP vendor，它叫 management service provider 啊。这种 MSP 呢，它就是相当于总包商，对吧？比如谷歌，谷歌下面就有一个 MSP vendor，这个 MSP vendor 呢，他拿到这样的这个需求啊，他嗯，会同时间发放给二十个甚至更多 哦，vendor，同时去寻找这个人。那找到这个人呢，这个 MSP 他自己第一他不会去做 recruiter，他不会去找人。第嗯二呢，这个人找到了，他呢也不会去管理这个人啊，就嗯，是他不会录用这个人，仍然是由这个 vendor 找到他的 vendor recruit 他的这个 vendor 成为他的 employer，成为这个人的明白，雇主，对吧？那么但是呢，他是通过 MSP 统一归口，统一去管理他们这些人在谷歌里边的这种 engagement，对吧？嗯那么它是分很多层啊，分的也很细，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在美国哈，据我看到的报道哈，看到的这个数据显示呢，美国的劳动人口里边有接近39%的人是通过 contractor 的形式在工作的。当然，嗯这个数据呢，可能前2年的数据不一定，现在还仍然很准确。但是我只是想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就是中美之嗯间的文化差异。嗯美国是有大量的劳动人口是通过灵活用工的形式去工作的，那在中国呢，绝大部分的人民还是通过这个 full 全 time 职，job 啊，全嗯职的这样的形式来工作。那么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很简单哈，在美国呢，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雇主呢，第一呢，我们的工作性质可能真的就是有一些是 long term 的这种工作性质，有嗯，一些呢，它就是短期的一些行为，我们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项目做完了，那这个职位就没有这个需求了。那么明白，美国这个公司呢，它为了提升它的这个效率，它就采用这种灵活用工啊的形式。第二呢，大家都知道美国人特别喜欢打官司，哈哈哈，尤其是发生在这个 employer employee 之间的这种官司层出不穷，对吧？那么每打一次官司呢，可能公司都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啊，聘嗯请律师啊，还要嗯花这个动辄都是几十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官司，对吧？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美国公司呢就采取了一个迂回的战术呢办法，嗯，就是说我呢用合同工，那合同工不是我的员工，他对，是这些 vendor 这个供应商的员工，是他们的员嗯工，那要打嗯，官司你找他去打，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明白，对吧？那么用这种办法呢，它也规避掉了很多这些麻烦。那么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当然是好的，对吧？他需要的时候
那么这些人就招之即来啊，不用了，这些人挥之即去，对吧？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美其名曰叫 flex up flex down， 对吧？灵活的增加灵活的这个降低，对吧？就像调节水位似的。那么这样对于这些公司来讲，确实它反应速度更快。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它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这个 liability。那我可以多追问一下，就那你说是从公司角度吧，从员工角度，从我们广大求职者甚至是留学生的角度来说，去公司做全职员工和去做一个合同工的区别有什么样的？比如说收入，比如说税收，比如说他们的身份，比如说这个发展等等，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考量呢？对，很好的问题啊，这个呢也是产生于这个中美两边的文化差异，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不同，大家的理解、感受啊都可能会不一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些岗位呢，它是非常适合于灵活用工来提供服务的，比如说是做一个做 UI UX 设计的啊，这样的一个工种，对吧？那么，你知道，在美国这样非常厉害的，他是会成立自己的独立工作室，甚至他是个人。我个人呢，我可能会说，每一个项目平均可能也就是3个月，我就做完了，对吧？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比如 Facebook，Apple、Google 这3家公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它可能不同一个时间，对吧？每一个都有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比如 Apple 先找到这个人这个人呢去给 Apple 做了3个月，那 Apple 呢愿意为这个人虽然是工作了3个月，但是愿意付给他4个月的薪水。那么这个人就相当于工作了3个月，但是拿到了4个月的薪水。然后呢，换到下一个工作，可能是这个 Google 也是干了3个月，但是支付他4个月薪水，最后去了 Facebook， 对吧？干3个月，对吧？你发现这个人这一年他就干了33得9，他做了9个月的工作，但是他拿了12个月的薪水，剩下3个月怎么办呢？他拿着这个钱，他出去玩去了。你知道美国人是特别讲究 life work balance，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就体现在他的这个 balance 上了。美国人很喜欢出去旅游度假，对吧？那么这个就很适合这种用工的形式，对吧？这个对于他个人来讲也对。打断一下，有哪些？就你刚刚说 designer 对吧？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工种适合这种就高灵活性的，甚至收入还偏高的这种模式呢？这种 contracting 的模式呢？除了设计师还有吗？对，这个蛮多的，比如说编剧 ，OK，比如说编剧，比如说这个，当然不一定，这个编剧不一定是说是这个电影编剧啊，对，游戏，比如还有对游戏编剧啊等等，就是这些具有相当的个人具有相当的一个能力，然后他可以几乎独立完成一个任务，对吧？不太需要跟太多的人去做很多交互，然后呢，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呢是非常季节性的，明白？那比如说这个查税员，对吧？这个税务的这个咨询员，对吧？这个一年报一次税，对吧？那么像 Intuit 也是曾经是我们的客户，他们也是，每到这个报税季的时候，每年1、2月份，对吧？那么他们要招大量的这样的这个 analyst 进来，对吧？但工作到4月份、5月份，这些人可能他又 release 了，因为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工作，对吧？然后还有这个，还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谷歌。谷歌也，因为我们为谷歌招聘大量的这样的灵活用工，还有一个例子是谷歌这个有 Google Home， 对吧 ？Google Home 这个音箱，你跟他对话，他要这个去做这个回应这个对话的这个设计的人员，他需要这个人具有相当的一个幽默感，而且还有时候还是要招聘这种双语的，对吧？他会 bilingual， 他会比如会说中文，比如会意大利语呢。这个我们就为谷歌招聘有这样的这个员工，而且这个职位呢，像这样的职位都是工资会非常的高昂，非常高昂。对，它具有相当的一个这个幽默感，对吧？这样的往往都是对对的。这样的人呢，他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 seasoned 的这样的 consultant 他们也非常适合于灵活用工这种形式去工作。那在相对你刚才讲的是，我觉得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些类型，
比如说比较幽默的一个人呐、或者设计方面的专家呀。我也确实见到过一些在比较大众化的一些 function 吧，对吧？比如说分析师，对吧？比如说项目管理人员。那大公司里面呢也会招聘一些人做他们的这个contractor，然后有的时候是因为他没有 headcount。等等之类的一些原因吧，然后这些人他们总是觉得，我总是感觉啊，他们好像是觉得自己是在临时做一下，将来还是希望转正的。你觉得这条路是个什么样的一条路呢？对的，这个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呢，转正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啊。嗯这个我们公司每年大概派遣到谷歌的工作人员至少有100多位，将近200位啊。那么我们的统计是，其中大概有10%到15%，甚至更高的一个比例，最终会转正成为谷歌的正式员工。嗯当然，这个是 performance based 的，对吧？嗯，一方面呢，谷歌要有这个 headcount 释放对，出来，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你的 performance 比较好，对吧？嗯那么我们派驻到谷歌工作有大量的这种技术开发，写软件的，比如前端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全站工程师、数据嗯分析数据分析员这个 program manager 等等等等是的，是非常多的，还有 QA，嗯对吧？QA 这个 testing engineer 等等等等，非常的大量的。可能一开始我们派驻到谷歌是因为谷歌有一个短期项目，是1年或者1年半这样的这个短期项目，那么我们招聘到这样的人员派驻到谷歌去工作。那么这个项目快做完的时候呢，谷歌就会有一个判断，说，哎，我们这个项目一开始可能做了一个 POC，或者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只有1年的 budget 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是后来发现这个项目进展非常好，非常受欢迎。那么谷歌呢就说我们要把它转变成产品，有可能转为产品那要更长期的一个effort 去把它推广。那么这个时候呢，谷歌就会说，哎，那我们把其中一批中坚力量做得非常好的，除了他们自有员工，除了谷歌自己的这 full-time 员工以外呢，那么我们再扩招这个团队。那么在这个时候，首选呢，就有可能是这些已经在里面做了1年、1年半这样的 contractor， 因为他们首先对这个项目已经非常的了解了。第二呢，他们这种已经培养出了这种团队协作的这种精神和这种默契，对吧？那么这些人呢，也会被挽留下来做这个谷歌的这个 full time 的员工。明白。对，我经常看到的朋友的一些他们难决定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是一家知名公司的这个合同工和一家不知名公司的全职员工之间的这种选择。然后比如说 Google 或者 LinkedIn 或者 Facebook 的 contractor 和某你不太知道，但人家愿意给你一个全职工作，像这种情况，你一般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啊。首先，那从我的这个思路呢，如果是让我来选择的话，我要看我处于人生哪一个阶段啊。如果我现在是没有绿卡，我还在申请绿卡之中，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工作稳定性更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找这个全职工作相对来讲就更好一点，对吧？明白。然后但是呢，如果你是处于一个人生这个你的职业要是处于一个上升期，你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公司来为你背书，对吧？毕竟如果是 Facebook 或谷歌，不论你是 contractor 还是 full time， 对吧？至少你是在里面工作过，你见证过，你经历过，那么这个本身它就是确实带有一定光环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见仁见智。或许呢，我在某些岗位之下比如它也是非常好的这种研发的岗位或者是普适性比较高的这些尤其是这个技术开发类的这样的岗位，我觉得不妨也可以做一些做一两次 contractor，以提升你个人的这个含金量，对吧？那么这个之后呢，你再去找，比如说你在 Facebook 或者在谷歌工作了1年、1年半，作为 contractor， 哪怕是 contractor， 对吧？但是那之后你再找 full time 的工作呢，恐怕你的选择性就会更高。这个情况我确实见过，就是说很多人呢，他做 contractor，虽然他是 contractor，但他毕竟在公司里经历过正式的这个大公司的项目，也见证过大公司的管理流程，所以他在找工作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可以 convert 成为这个正式员工，有的时候他 convert 不了呢，他去别的公司找工作的时候呢，也还算顺利，也能找到不错，别人也能认可他的里面的工作的一个质量。
对的，我还要再说中美文化的差异。对，好啊，我们华人可能对这个的接受度真的不高。对，但是你要知道，对美国人来讲，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了。明白。我们有的美国员工，他们已经通过我们这样的 vendor 啊，通过我们公司 IntelliPro 派驻到谷歌，已经持续了三次了。对，就是这一届结束了以后，他可能离开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又通过我们公司到谷歌去工作，已经来回来去工作了几次了，所以他们已经非常习惯这样的灵活用工的形式。对，那么对于这个，因为这样中美之间的这个文化差异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可能就很难接受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毕竟这是按小时付费，所以很多中国人都管这个叫小时工啊。当时就是我爸爸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在做这样的工作，他问我你到底做什么工作？我跟他开玩笑说，我说我做的是小时工。我爸爸立刻就想到这个是家政啊，比如说给人打扫卫生啊，或者什么样这样的这个小时工，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在美国呢，是这样的哈，发工资，你看啊，往往按天给你算工资的，你这一天多少钱？这样的人往往收入是最低的。其次呢是周薪，一周一周给你发钱的，周薪相对高一点点啊。对，然后再往上呢是按年薪给你发钱的，再往上呢才是按小时付费的，按小时付费的往往要收入更高一些。像我们的 consultant 派驻到谷歌工作的这些 consultant， 他们的时薪如果比一个正常的一个 full time 的员工，普遍从理论上来讲啊，应该高15%。on average 应该高15%。当然了，最高收费的是什么？按分钟收钱的，比如律师，对吧？这个就是更贵的，对，厉害。所以通常是蓝领是按天收工资，因为可能就是今天，你干完这个活我给你钱，没错，拜拜了，对吧？再那个我给你一个更长一点时间的更长一点的这个 commitment， 那可能就是一周，我这一周有工作给你，那我按周给你算钱，下一周没工作了，拜拜，对吧？好的，那我觉得今天听完这段之后，我的总结是这样的哈。那做全职员工当然有它的好处，比如说它比较稳定啊，等等之类的，对不对？那做 contractor 的好处在于，第一个就是你有的时候可以去在一个大公司做 contractor， 哪怕你就是只是做了一段时间，也能够增加你的这个简历的含金量，因为你毕竟见识过很多事情，这样跟你以后找工作是有帮助的。然后呢，做 contractor 呢，特别高的高手呢，就是收入其实也更高一些。那相对来说呢，不是那么稳定，那就看你这个人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绿卡呀，各个方面，这算是你的一个选择的一个理由之一吧，对吧？所以应该算是各有利弊，那就是看每个人的这种需求所在，他的个人的阶段所在，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对，见仁见智吧。对，好的，明白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关于合同工和全职员工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那节目结束之前呢，请容许我打一个广告。好，本次节目是由怎么样呀？硅谷大舅频道自己赞助自己播出的。那我们的频道的宗旨呢，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那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怎么样也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我们点赞，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怎么样呀？各种推荐的系统能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那如果你点赞，也会让系统知道你喜欢这样的内容，它会把更多相关的内容也推荐给你。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我们还会继续的采访金一素先生，因为他不仅仅是在这个合同工这块有很多经验，他在招聘行业有非常深刻的经验。我们接下来会讲一些跟招聘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话题，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次的节目。那一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众多小伙伴们，非常感谢你们的时间，我们下一期继续。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